这条花道不长，我却感觉自己像走了20多年，告别我今生的最爱，走向对陈志远的亏欠。我手捧着陈志远为我准备的白色铃兰花，是他期望我坚强面对余生的祝愿。这每一步，我都如踏着我的前身。再见了，身后。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，但希望你的未来一切安好。是命运的指引，让这一对有情人在这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。今天我们欢聚于此，就是为了共同见证他们正式的进入彼此的人生。在此之前，我想请新郎和我们分享一下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，比如为什么以蜗牛作为婚礼的主题呢？其中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因为啊，这是我太太送我的第一份礼物。那年圣诞节，我送了一份圣诞礼物给她，她要回礼，却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我就问她要了一个她挂在包上的挂坠。那个挂坠就是蜗牛。那个挂坠我一直保存着，它对我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太太就像一只蜗牛，在外人面前一直有着坚硬的外壳，保护着自己和他爱的人，甚至会给人一种感觉是难以接近的。但如果你真的走进他的生活，走进他的心里，你会发现他拥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内心。我希望我可以永远保护他这份柔软，往后余生，因为有我，一直幸福下去。下面有请伴郎伴娘将戒指交给两位新人。戒指是圆形的，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终结。这就像两位的爱情一样，连绵不断，永不停息。下面请新郎牵起新娘的右手，将戒指戴在她的无名指上。他将帮你锁定你一生的幸福和你忠贞不渝的爱情。新郎程志远，你愿意从今以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环境是好是坏，是健康是疾病，是成功或是失败，都会爱护你的妻子严小晨，与她同甘共苦，携手共创美满的家庭，一直到你离世的那一天吗？我愿意。现在请新娘帮新郎戴上戒指。新娘严小晨，你愿意从今以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环境是好还是坏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我们同甘共苦，直到离世的那一天。
是健康，是疾病，是成功，或是失败，都会支持你的丈夫程志远，一直到你离世的那天吗？我愿意。新郎，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我宣布，礼成。新娘，你现在可以抛出你的手捧花，把你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。贝彤，铃兰花的花语是“幸福再次来到”，也是淑女之泪的意思，送给你再合适不过了。希望你和你爱的人能够永远幸福下去。希望我们都能幸福。哎，我刚才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沈侯要大闹婚礼。你说小陈也真是的，干嘛还要叫沈侯来呀？他也不怕程总不高兴。小陈根本就不会邀请沈侯，好吗？那不是小陈叫来的？那他怎么知道小陈结婚的事儿啊？你也不看看沈侯旁边坐的是谁？我的天哪，这哪是婚礼啊，这根本就是修罗场啊！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发信息通知他了。怎么啦？你发的。那天问小陈要不要通知吴倩倩的时候，你也在啊。刘新慧，你太聪明了。我聪明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头发有点乱了。不过去吗？你轻盈一点，她现在是别人的新娘了，戴上别的男人的戒指了。哎，别说了。好，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胡来的话，我答应你在公司上班的事情就此作废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这么爱他呀？是。我要开始拍喽！来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。来，笑一下啊，再来一下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谢谢谢谢。妈，妈，要不你们先休息一下。好。妈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来，2位新人拍一张啊，介不介意我蹭个喜气啊？陆总，陆总。哎，我也要蹭喜气。哎，魏彤，一起拍一张吧。好，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啊。来，几位看这里啊，来，1、2、3，
好，非常好。哎，能帮我们跟新娘合一张影吗？好啊。志远，金总来了，去打个招呼。行，那我过去打个招呼，等会儿回来。你们去。借你老公用一下。走。金总，金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来 ，Hello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很好。我可以跟新娘拍一张吗？那就期待合作了。期待咱们的合作。沈航，我能理解你，但今天毕竟是小陈最重要的日子，别太过分了。只是拍张照片，这个过分吗？只是拍一张照片，你又不是想干嘛？我想新郎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志远不会介意的，你过来吧。两位老板，以后多关照了。今天的婚礼很美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跟我想象过的一模一样。可是，在我想象中，那个新郎是我。严小晨，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吗？你对我就没有一丝丝歉意吗？这位先生，麻烦看一下镜头。来，我们拍一张啊，1、2，两位的笑容能再大一点吗？来看这里啊，1、2、3，好，好，非常好，我们再来一张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，谢谢啊。那边有个客户想要见见你，好，沈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是过来跟你说说。高跟鞋穿了一天，太累了。要是累的话，这边用轻点，送你回房间休息一下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缺席不太合适吧？小陈，我陪你去换衣服吧。好。好。爸妈，哎呦，叔叔阿姨，谢谢，恭喜！妈，清芳啊，咱俩得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吧？是，你看这么长时间，我也没过来看你，也没关心过你。这孩子结婚，你还惦记着我。三婶儿，您说什么呢？您是长辈，我应该多去看您才对。哎呀，对了。那小陈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他们2个人在一个公司，但是具体是哪个我也不太清楚。是大公司，反正是做投资的。哦，那真好啊！哎，你们看，这俩孩子多般配呀！哎，你们也动筷子吧，哈哈！来，好，谢谢，好嘞，吃好。动筷子吧，哈。妈，哎，我们来接你们。来，哎，妈，来，您腰有伤，坐下吧啊。有事。
这一变天就不舒服。哎，妈，我单独敬你一杯，感谢您把小陈交给我。我答应过小陈，给他一个幸福的家。您是小陈的妈妈，也是我的妈妈。谢谢，你好好带他啊。一定。来，少喝一点啊。哦，好孩子，哎呀，来，各位，过来的，结婚了。谢。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哎，你喝饮料，小陈的你不干了？我干了。来，我帮他喝，我帮他喝。那不够，那不够，太少了。干，我先干了。不要，多喝上，我一会儿要砸了。一会儿跟你们好好喝啊。你要慢慢吃啊。小陈，你敬我一杯吗？来，我敬你。怎么我喝酒你就喝饮料啊？未免对我这个老朋友太没有诚意了吧？倩倩，小陈不方便喝酒，喝饮料心意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认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听说你不能喝酒啊。你以前跟沈侯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在酒吧打工，怎么当时能喝，现在就不能喝了呢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你怀孕了。吴倩倩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……杨小晨，你在这儿风风光光的举行婚礼，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？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，一边跟这位陈先生暗通款曲，你脚踏两只船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？倩倩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，肚子里不就已经怀陈志远的孩子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吴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地方不欢迎你，请你现在就出去。你回答我呀！你要是心里没有鬼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？对不起，他喝多了，谅解。你要带走女朋友可以，大家把话说清楚。吴倩倩，我告诉你，第一，我和我先生还有沈侯之间，不管是三角恋还是脚踩两只船，这都是我们的自由，也没有违背任何法律，也轮不着你来关心。第二，我和我先生是怎么从相爱到结婚的，这是我们的私事儿，我不用向你解释吧？反倒是你。这个早就把我拉黑，而且从来不跟我往来的大学同学，在我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候跳出来闹这一出，我不明白你安的什么心？除了抹黑我，我找不到别的解释。梁小晨，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？你说这些，你对得起沈侯吗？我对得起任何人，我问心无愧。你可以带女朋友走了，谢谢。沈先生，这是婚礼现场，自重啊！我早就该知道。你一直都是这么道巧不如。没事了啊。
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尽兴。这就休息一下。不用，你继续吧，别让大家看笑话。来，我敬大家。你看，多帅呀！来，多吃点。去吧去吧，来吃一点这个。你们吃，你们吃。来，我敬敬大家，谢谢你们来。辛苦了，新婚快乐啊！新婚快乐，新婚快乐，谢谢啊！辛苦辛苦辛苦。我先走了，电话联系。辛苦了，谢谢。妈，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。我送你回去。放心吧，会让司机把妈送回去的。你今天也累了吧？早点回去休息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程志远。一直以来，他总是自信从容，可此刻黑暗中的他，却显得那么悲伤绝望。也许，这才是真正的程志远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他总能轻而易举地理解我的自卑与痛苦。也许他和我都是身体内有一个战场的人，
在这个战场上，希望和绝望同时绞杀着自己。是不是这就是他愿意帮助我的原因？可他的绝望是什么？希望又是什么？他给了我一条出路，谁能给他一条出路呢？小陈，晚安。晚安。最近备受关注的深思集团董事长兼 CEO 侯月珍因病休养，暂时无法处理公司日常业务，由独生子沈侯出任代理 CEO， 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。因为侯月珍得的什么病，何时康复，并没有人知道。而沈早餐点好了，趁热吃点吧。让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非常怀疑，引发深思集团股票跌停。林教授，这只股票的走势您认为如何？最近这只股票波动很大。外人总觉得股票一直升是好事儿，可对庄家而言，股票一直升并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只要庄家清楚地知道公司的实际盈利，对未来的持续发展有信心，利用大跌可以回购股票。等利好消息公布的时候，股票大涨，适当抛出就可以使劲套现。沈欧妈妈的病，应该不至于无法管理公司。她应该是对沈欧心怀愧疚，想用事业弥补儿子的爱情，所以才提早的全力交接。但她还是会在幕后继续辅助沈豪，保证公司的稳定运行。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快吃东西吧，一会儿还得上班呢。还有德国那边，他们觉得这批货和之前看到的设计图有一些出入。不过是袖口的印染区别而已。德国人出了名的严谨，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就不能接受。现在他们拒签了，这么大批货已经到德国，损失有点大。我知道了。小陈总，一个顾客到咱北京分店闹事儿，说咱们有批童装被查了荧光级超标，那应对措施呢？消息正在往下压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后沈总吗？我是商报的记者，听说深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。作为国产龙头企业，你们准备如何向相信你们的消费者交代？你稍等一下，我知道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总吗？我是财经周刊的记者，听说深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。喂，你还在吗？晚点给你回复。沈总，公司电话被打爆了，都是媒体和记者打来的。出去。您看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说了，出去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打游戏呢？啊，没有，那个查个资料。南叔，起床啦？再睡一会儿。你去上班了？
你把刚才的照片发给我。照片修好，我会一起发给2位兄弟的。我就要刚才那一张照片就行。慢点。你是不是忘了买瓶醋？那我去买，你先回去。要不要我？不用，回去吧啊。小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小，对不起，婚礼那天，我所说的那些话都不是我的真心话，我已经失去理智了。没关系啊，是不是真心话，我都不会往心里去。我明明以前跟你保证过，我会变得更好，我会变得能让你依靠。可是我还是依然浑浑噩噩，不求上进。我知道，你对我是彻底失去信心了，所以你才会选择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小小，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世豪，不管我们之前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儿，但是当我戴上婚戒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永远也没有可能了。小让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小小，我爱你。小小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他已经开始了他的新生活，就算曾有伤痛，他如今所得到的一切，一定可以让他遗忘掉所有的不快。在他的璀璨生活中，所有关于我的那些记忆，都会变得不值一提。而对我来说，从此以后，也许唯一知道他消息的渠道，也只有财经新闻了。这就是我们该有的结局。醒了吗？醒了，我一会儿就起来。好。
走。妈呀，这刚几点？时间刚刚好，我带你去看样好东西。啊？走，来。等。来，上面电脑。谢谢。给你准备了热牛奶。热牛奶啊？你的呢？你喝就行了。还冷吗？山上的太阳好大啊！好像伸手就能够到它一样。然后，希望我们都能等到天亮。想想，不是等天亮。嘿嘿，嘿，喝什么呀？老规矩。好嘞，领单。你要什么呀？跟他一样，可是只有1杯了呀。我要。幼稚。你说谁幼稚呢？沈红，你笑个屁！你笑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挺幼稚。我告诉你，沈红，你幼稚，你最幼稚，你知道吗？行，我幼稚。我承认，那天我不该推你，也不应该把你关在门外不理你。你说的对，我应该再重新站起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对头，你最近跟杨晓晨有联系？我想她现在应该过得很好吧，嫁了一个成熟、稳重、好男人。我去趟洗手间。你真够蠢的。
医生不是跟你说过不要熬夜的吗？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你就一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脑子里面想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需要不需要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啊？我今天和我妈遇见沈侯了。他怎么样啊？他还在怪我。交给时间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妈最近怎么样啊？我妈确实比以前好很多，情绪也稳定了，也没有再犯病。女儿的幸福啊，就是妈妈的解药。你妈还是最在意你的。是啊，其实想想我妈，她这一辈子真的挺坎坷的。每一次刚刚要好起来的时候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她年轻的时候唱戏，那会儿是台柱子，真的是风光无限啊。后来因为受伤，她告别了舞台，就嫁给了我爸。本来一家人生活和和美美的，谁知道后来我爸又发生了那样的事儿。只希望他以后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吧。你只要幸福快乐，你妈妈也会幸福的。好了，你要睡觉了，孩子也需要早点休息。好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。沈豪，这瓶酒我请你喝，替严小晨谢谢你。你刚才为什么说我水？你问问你自己啊。你抢我酒干嘛？我喝了就是我的。刚才都说了，是你媳妇儿请我喝的。怎么喝？往死喝！来，干了。有气，有气。还是那句话，有气。我们现在应该把重点目标放在早期教育投资上面。你们看啊，赛迪顾问最新的数据表明，今年的 IT 培训和教育市场销售额已经突破40亿元人民币。所以，婴幼儿的有个姓侯的女士找你，告诉她现在忙，有空。来，婴幼儿的教育已经是家长还有社会的重点关注点。不好意思啊，侯女士，小陈现在可能有点忙，您看，没关系，谢谢你。要不给您来杯咖啡？不用了，我在这儿等他。严小晨，我没别的意思，等你这么久了，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们有什么好谈的？我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沈侯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沈侯知道吗？沈侯不知道。
我也只是猜测，因为我相信你不是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。一方面跟我儿子谈恋爱，私下里再跟另外一个男人来吧。如果你真是那种人的话，我们两个也不会坐在这里。你早就答应我提出的丰厚的条件，对吗？我刚才只是试探性的问了一句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袁小晨，我只想说，你能换一种活法吗？不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，也不要让沈侯活得这么痛苦，更不要让你未出世的孩子活得这么痛苦。你知道吗？这孩子是沈家的，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你说吧，怎么做你才能够原谅我们？我愿意付出一切，来祈求你的原谅。这孩子是我自己的，跟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你这叫掩耳盗铃，怎么可能是你自己的呢？他明明就是沈侯的孩子。那我就是孩子的奶奶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恨我，但是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那请问侯总，您还记得我爸爸吗？那个当年为了我东奔西走去讨说法的人，您当年在做什么？您动一动手指，打个电话就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，而我们呢？我们求告无门，就像是微不足道的蚂蚁，你可以随随便便就捏死。不要这么说，这一切都是当年的我无意之举啊。再说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逝去的人起死回生，可是我们可以面对一个活着的人、未出世的人，让他好好的活着。那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让我肚子里的孩子叫你一声奶奶的话，我劝你死了这个心。他姓严，不姓沈。听见你的车回来了，却没看到人，到处找你。老沈啊，原以为我们自己造的孽，我们自己来偿还，一切都能回到正轨，该认的错，该低的头，我都做了。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你别喝了。严小晨跟我讲，他的孩子将来生出来之后，不姓沈，姓严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了，你应该听医生的啊！这段时间睡不好，就是心太重了。怎么可能跟咱们没关系呢？他是沈家的骨肉后代啊！我这辈子啊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再难的事情我都能想出个方法把它解决了。可这回还是我平生头一回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，严小晨说，就当这个孩子不存在。如果我们真这么做的话，对那个未出世的孩子公平吗？啊，对我们的沈侯公平吗？我们相信程志远一定是个好人，将来孩子出生之后，他也许会视为己出的。可他毕竟是继父啊，那能跟生身父亲比吗？如果我们用各种办法把这个孩子争回来，那对他们母女两个不是就是第二次的伤害啊？
哎呦，月珍，这个孩子可以跟我们没关系，但是不能跟沈侯没关系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沈侯，因为孩子是小陈和沈侯2个人的，不管怎么做，都应该由他们2个人一起决定。不行不行，没有想出万全之策之前，我们坚决不能够让孩子知道。哎，沈侯在整个事件当中他是无辜的，凭什么让他来承担这种痛苦啊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所有的事情我来担着。那严小晨呢？他做错了什么？小陈和沈侯是同龄，你不能光想着儿子痛苦，那他不痛苦啊？月珍，小陈真的很无辜，不能让他承受这一切。沈侯是男人，他应该长大了，我们不能再瞒他了。可你把事情告诉沈侯有意义吗？他能够做什么？除了跟我们一样的痛苦，他还能做什么？可沈侯现在带着记恨过的，比内疚更痛苦啊！他现在什么样你不清楚吗？每天用工作来麻痹自己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满身的戾气。小陈故意不告诉沈侯孩子是他的，看上去只是一段情感以背叛结束，但其实是毁了沈侯内心最美好的一切。老沈，儿子老开玩笑说你跟我不般配，可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为什么能跟你走一辈子。在关键的时候，你总能帮我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对，我们应该学会站在儿子的角度上考虑问题，而且孩子是他的，他有知情权啊。我们应该把一切真实的情况告诉孩子，也许他会痛苦，我们要告诉他，一切的错都在我们，要罚要恨，也都是恨我们。整个事情跟严小晨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自己种下的苦果，我一个人吞下去。这话不是这样说的。沈侯现在已经是父亲了，有些事情他必须去面对。我敢肯定，沈侯宁愿面对痛苦，也不愿意被我们当傻子一样保护。再说，这哪是保护啊，简直就是欺骗。有一天他知道了，他会恨我们的。他现在知道了，他就不会恨我们吗？他会恨我们吗？啊？月珍啊，他知道了以后，也许会，甚至会对我们很失望。但我想，他迟早会理解，我们只是一对望子成龙的自私父母，但不是杀人犯。月珍啊，小陈对我们只有恨，但他对我们儿子就不一样了，他爱沈侯。这个就是你们花了1个星期做出来的方案吗？公司花那么多钱，请你们来干嘛的？谁手机？
啊？沈总，好像是您的手机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重新改稿，3天时间。喂妈，我在开会。沈侯，我回家一趟。爸，我在开会。回来。是不是我妈？妈，你没事吧？你妈妈没事儿，是你的事儿。沈侯啊，你有孩子了，小陈怀的孩子是你的，不是程志远的。妈，你们从哪儿听说的？如果那是我的孩子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他得有多恨我？他恨的不是你，是我们，是我。孩子啊，这事儿得从你高考的时候说起。最近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就偶尔会小腹有点坠胀，痛吗？还好。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孩子胎心都很正常，放心吧。来，擦一下。我自己来了吗？程先生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孩子啊，沈侯，你你好，你好，我找人。和业主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你给业主打个电话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不管以前有什么，现在再计较这些，没意思，对吧？总之呢，把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对吧，沈侯？你自己出去行吗？行，你们赶紧去排练吧，我自己就溜达溜达啊。那你有事打电话啊？哎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好嘞，走了。慢点啊，宁姐。哎，好，放心吧啊。好，走，打电话啊。好嘞。先生，欢迎光临。我想买一部手机，哦，哪个是最这新的？些都是新品，您可以随便看一下。都是啊。对。这个我要了。啊，好的，先生，我们这款手机还有银色，正好配成情侣手机，您可以给您太太也买一个。好，这个我也要了。
笑笑，你别走，笑笑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我不想见你。你如果不想见我的话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想多了。笑笑，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都知道了。我都知道了，他们什么都告诉我了。我没有说你怎么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从你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如果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是恨我才对。笑笑，对不起。你既然全部都知道了，现在再说对不起，也没什么意义了。不，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我这个对不起，并不是因为我爸妈所做的那一切，而是因为我自己。我竟然就因为你在程志远家那一晚，还有那一段微信，和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就把你想成那样的人。对不起。你现在愿意怎么想，就怎么想吧。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可我在乎。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了，所以我紧张，我才没有理智地考虑到一切。你也知道，我那段时间没有工作，我太厌恶我自己了，我怀疑我自己，我从来没有那么自卑过。而程志远又真的太优秀了，所以我别说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你还在用着我送你的手机？笑笑，已经发生的事情没办法改变了。我不管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你和你妈妈，这我都知道。但是我依然无比的坚信，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是想和你还有孩子在一起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其实我们都会有办法去解决的。沈侯，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，我妈是会疯掉的。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而且陈志远把我和我妈都照顾得非常好，我妈现在非常平静。我明白，我承认，程志远他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丈夫。但是笑笑，你真的爱他吗？爱和不爱又能怎么样呢？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所以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吧？笑笑，笑笑，我求你别再这么叫我了，你叫我什么都行，就是别叫笑笑。这是我爸给我取的名字。
小小，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，微信也把我拉黑了，但这些话我还是想说给你听。那天我知道真相以后，心里既高兴又难过。我高兴的是，我终于知道，你所说的一切、做的一切都是在骗我。你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我的。我难过的是，我们家当年所做的事情，导致了你爸的意外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难以相信，我当年上了自己想上的专业，可代价竟然是你爸爸的生命。如果不是我妈为了我找人挤掉了你的专业命了，你爸爸也就不会去讨说法，也不会发生那场车祸。知道这些以后，我总是想起那天在河边，你和我说的你们家那些故事。小小，我不会再勉强你做任何事情。如果你现在过得真的像你所说的一样幸福，我会祝福你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用一切方式向你和阿姨赎罪。请你永远不要再联系我，就是对这一切最好的赎罪。